Welcome back to the BRPD channel. 很多朋友拍视频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镜头只要动起来，画面就会高级，所以稳定器买了，华为买了，运镜教程也看了不少，推拉摇移、环绕、低角度，恨不得每一个镜头都在动。但是你真正剪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视频最怕的不是不够动，而是动得太乱。说人话就是视频不是动起来就高级，视频是有结构才高级。真正成熟的 YouTube 频道、B 站创作者、产品评测视频，反而会很重视固定机位，主机位负责表达，细节机位负责解释，环境机位负责交代空间，B 肉负责补节奏。你可以有稳定器，可以有漂亮的手持运镜，但是如果你整条片子没有几个扎实的固定镜头，它看起来还是会没有那么高级。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三脚架这件事儿被很多创作者低估甚至遗忘了。它不是一个只负责防抖的工具，也不是一个只有拍合影、拍延时才能拿出来的东西。对于一个拍视频的人来说，三脚架其实是视频结构启动的按钮。你愿不愿意多架一个机位，往往决定了这条片子是一个人对着镜头讲完，还是有主画面、有细节、有空间、有节奏的完整作品。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今天这期我们聊科曼的 T1V5，但我不想只聊它有多高多重，几节碳纤维承重多少，那这期视频就没劲了。因为对于真实的创作者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从来不是参数表现好看，而是这只脚架到底会不会让你更愿意去用它。依旧先说结论，科曼的 T1V5 不是一只适合所有人的三脚架。如果你只是想买一只最轻最小能塞进旅行包角落的脚架，它未必是最优选择。但如果你是一个 YouTube 创作者、B 站创作者、单人视频博主，平时用的是索尼 A7 系列、佳能 R5 系列或者类似体积的无反系统，那它真正值得看的地方不是最强，而是它可能改变你使用三脚架的频率。我觉得这只脚架最值得聊的第一个点是它把三脚架从准备动作变成了顺手动作。传统三脚架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能用，而是每一次用之前你都要先和它斗争一下，打开慢，调节慢，收起来也慢。你在棚里拍当然没有问题，因为环境固定，时间充足，但真实创作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你在路边看到一束光，想拍一个镜头，你在户外临时想录一段口播，环境刚好，光也刚好，可如果三脚架需要你慢慢折腾，它就会打断你的创作冲动。科曼 T1V5 的快嗨结构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机械设计，但是它真正改变的是心理门槛。以前你想补一个机位，会先在心里算成本，会不会太麻烦？现在如果这套动作变得足够快，你就会更从容地说一句，那我顺手补一下吧。你别小看这句话，很多视频质感的差距其实就是从这句顺手补一下开始的。创作者真正缺的不是每次拍得多复杂，而是不要被设备阻止，你把该拍的镜头拍完。第二个点是它刚好卡在了旅行脚架、影视脚架和稳定器中间的那个空位。传统旅行脚架追求轻、小、便携，很多时候拍视频不够顺；传统影视脚架追求稳定、承重、专业。但对于单人创作者来说，有太重、太慢、太像片场设备。稳定器解决的是运动镜头，但是它需要调频，需要电量，需要手臂，也需要时间。科曼 T1V5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简单代替其中任何一种，而是在解决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一个人拍视频的时候，怎么更快的进入机位？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后稳定器时代问题。前几年大家都觉得拍视频能动就尽量动，现在很多成熟的创作者反而越来越克制，因为真正高级的视频不一定是镜头一直飘来飘去，而是机位稳、构图准、节奏干净，每个镜头都有信息。很多时候你只是想要一个稳定的画面，不是想完成一个复杂的运镜，你只是想把产品放在桌子上，拍一个干净的细节，你只是想在街边停下来说一段口播，你只是想用长焦拍一个稳定的样片，而不是手持晃来晃去。这个时候一直能快速进入稳定状态的脚架会比你想象中的重要。第三个点就是 V5 云台，很多人看到这种脚架第一眼就会被快嗨腿或者颜值所吸引，但真正决定它是不是适合视频创作者的其实还是云台。因为你拍视频不可能只把相机架在那里不动，你总会要有轻微的平移、轻微的俯仰，拍一个产品从包装滑到喷嚏，拍一个人物转头，拍一个镜头从手部动作到主体。如果云台太生硬，画面会像监控；如果云台所
不住，镜头又容易点头。V5 的意义就在于，它让这只脚架不只是一个能站住的架子，而是更接近一个轻量视频支撑系统。当然，这个价位、这个体积、这个用户定位，它不可能和顶级云台硬碰硬。你上重型电影机，挂大监视器、大电池、跟焦器、长焦镜头，再拿它去户外大风环境里折磨，那不是它正确的打开方式。但是如果你的设备是无反机身加常规镜头，比如2470、3550、85，或者小兔笼加麦克风、监视器这种创作者的配置，那它的价值就很清楚。它让你用一套相对于轻量的系统，得到更接近视频工作流的操作体验。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一个人拍东西的创作者，因为一个人拍 YouTube 或者 B 站，最痛苦的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每次拍摄都像在被流程消耗，要看构图，要管收音，要调灯光，要确认焦点，还要记台词，已经够忙了。如果三脚架还要你一边调高度，一边找屏，一边锁腿，一边担心画面歪没歪，那它就不是工具，它是内耗。科曼 T1 V5 这类产品的真正意义就是尽量减少这种内耗。我给一个很实际的拍摄清单，以后你出门拍产品、拍镜头、拍设备评测，不要只拍主口播，你至少补3个固定镜头。第一个是主机位，让观众知道你在哪里，你在讲什么。第二个是细节，比如安装、调节、拿起、放下、开关、接口、屏幕这些动作。第三个是环境交代，比如桌面、街边、咖啡店、户外光线，让这条片子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说话。再多一点的话，可以补一个长焦稳定样片和产品静态特写。你会发现这几个镜头单独看都不炸，但剪到一起，视频一下子就完整了。这也是我现在对三脚架理解变化最大的地方。以前我觉得三脚架够稳就行，但现在我更在意的是它能不能让我少放弃几个镜头，因为决定一条视频质感的，往往不是某个超炫的云镜，而是那些你当时多花10几秒补下来的稳定画面，一个侧机位，一个手部细节，一个产品从远到近的固定画面，一个外景口播的环境交代，它们决定了你的视频像不像一条完整的作品。所以我会把科曼的 T1 V5 定义成一支创作者效率型的视频脚架。它不是靠参数让你上头，而是靠流程让你愿意用。它不是让你的视频自动变高级，但它会提高你认真布置机位的概率。你愿意多架一个机位，就可能多一个画面层次；你愿意多补一个 B-roll， 就可能让视频更完整；你愿意每次外拍都把脚架带出去，你的内容稳定性就会慢慢变高。最后我的购买建议也很直接，如果你只是用手机随便拍几条短视频，预算也很有限，那它可能有点过度。但如果你已经开始认真做内容，已经意识到固定机位很重要，又被传统的三脚架的流程折磨过，那科曼 T1 V5 就很值得。它的价格会让你变得更值钱，因为你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只看起来很专业，但每次都懒得带的脚架，而是一只真正能让你更愿意把机位立起来的工具。对我来说，这才是它最值得聊的地方。它卖的不是三脚架这3个字，它卖的是你下一次看到画面时，愿不愿意真的停下来把这个镜头拍完。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依旧，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见。